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 Ella， 我是倩。今天我们有一集春节特辑哦。对啊，终于赶上时候了。希望可以。春节必备的武器8个原因我们帮你讲清楚，父母和亲戚们为什么不要再催婚。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咱们的受众应该是平时的这个听众，年轻的女性朋友，以及如果你觉得这个有价值的话传给你的父母和亲戚可以听。对啊，我觉得年轻的女性朋友听完以后，可以在过节的时候用这些我们的例子呀、数据啊，还有种种故事 anecdotes 去反击防御。对，一到春节这个饭桌三姑六婆就比较多。对，这种事情这种话题是不可能避免的。Ella， 你有听说过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催婚的情况吗？因为你是很早就出国，我是上海长大哈，相对来说我们是比较被保护起来的，在这一点上被催婚的这个文化没有过多的这个侵害到。但是我听说一些这个越是农村的催婚现象越是严重，并且我们的共同朋友28岁在海外读书工作，有非常稳定的男朋友，即使这样的情况还是会被三姑六婆觉得好像是一种失败，就觉得他的成就再高，他的这个教育工作再成功再顺利，没有一个戒指，没有一个老公，好像就是一种失败。好可怕哦！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个老家的家人只有这些？对，因为我在香港有一个邻居女孩，她就是老家是河北一个，她说比较3线的一个城市。她说她那边的催婚情况就很严重，所以她回去压力都很大，她不愿意回去。对，我看到小红书上每年都会有年轻的女性或者中年的女性，她一个人过春节，也挺潇洒自在的。是，我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个春节当成一个包袱嘛，对不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下，就这个节日适不适合我，对不对？对，没错。就像我圣诞节，我不喜欢圣诞节，我也不喜欢。我觉得如果有三姑六婆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真的这个你们就是从我们这里吸取一点这个经验。其实年轻一代真的不喜欢被受到这样的压力。对，这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你是他们的亲人，你是他们的这个 support。如果有三姑六婆在听的话，我们也可以其实介绍一下自己啊，对吧？我是34岁，然后马上要去注册结婚，首次结婚哈，所以算是晚婚。闪亮登场啊，真的是晚婚。所以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我有很多的道理可以讲。对，你有发言权。对，然后 Ellen 你也是结婚比较晚的，对不对？我第一次结婚比较早，所以你有一个反例，一个正例嘛。对那多好啊！所以我是2婚。对，所以我觉得三姑六婆们可以听听，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是代表比较前沿的，在西方住了真的很多很多年的女性哈，自由了很多年。你再看看，你对比一下你的什么侄女啊、女儿什么，觉得她们还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先锋，好不好？对。8个原因，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特别想就是 get it out of the way， 我想把它先讲清楚的就是发泄。对，要发泄一下，就是发泄。女儿真的不是被父母剥削利用的。我每次听到那个彩礼的概念啊，有些地方叫聘礼哈，就是我会真的很生气。你知道这个嫁妆的概念是，就是女孩子带着一些自己母亲家的钱带到这个婚姻当中去，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哈。但是彩礼聘礼这一件事情，在很多世界的各地的文化当中都有出现。其实说实话，就是把一个女儿卖掉了，就是她有这样一次机会结婚被娶。然后男方要骑驴子呀，或者是那个带着什么骆驼来呀。我最近刚去过摩洛哥嘛，就是几头骆驼几头羊这样一个价格，好可怕啊！是，就是特别是游牧民族这种非常非常的盛行，还是对，这个简直了，就是好像女孩子有那么一次机会可以给父母赚笔钱哈。对，那说到底，彩礼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彩礼这个概念，因为上海是几乎没有的。你长大的这个深圳的这个城市有吗？有，广东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
就是尤其因为生儿子盛行嘛。是，广东特别是在这个方面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放。对，所以其实他为什么跟这个生儿子的追求也很有关系。为什么是一个彩礼呢？就是因为女性就好像被认作是一个生育机器，对不对？那确实女性给这个小家庭给这个婚姻带来很多的价值，女性是具有非常高价值的这个伴侣，但是父母千万不能把女儿当成是一种剥削的这个工具。我相信我们听众当中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吧？不知道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评论，你就会对啊大掉下巴，世界还是有点遥远，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第一个讲嘛，是，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叔叔阿姨的婚礼，我当时我就惊呆，真的就是就在一个豪华酒店里面，然后记得那个我从来没见过那个阿姨，我只知道那个叔叔娶了一个老婆，结果看到他们两个人就站在那个酒店门口迎宾。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见到那个阿姨的时候，我就惊呆，是为什么呢？就看见她的身上、手上、脖子上已经戴的不能再多的金项链了。哇！因为每个人都会去送给她金项链给她。然后我不记得我们家好像送的是个红包。我记得，因为我父母好像不是很会买这些东西。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她那个手上那个戴满戒指就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戴了。就是在深圳，在深圳，对，就是那是我从小第一次参加一个婚礼，然后给我的一个，当时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要带这么多东西？像是一个物件，像是一个被供起来。对，就被供起来。好可怕哦！是，然后红包也是给他们各种塞，他们请了大概几百个人。对，然后你看大家都是恭喜那位男性娶到这样一个物件，他都不是去恭喜这位女性的。但是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啊！哎呀，那我希望这位女性在离婚之后过得更好。第二次婚礼千万不是这种。状态那就不知道了。对啊，这个我就觉得挺唏嘘。对，挺唏嘘的。我觉得咱们至少要一起做到一点，就是一起把我们在社会上，在这个文化当中，因为被浸染所习得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尽量去克服它。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女性的作为一个伴侣的价值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降低。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很多现代社会的这些进步与我们那些古早的这些观念确实是不符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固化的观念。对，但是这个改变观念没有这么容易啊，没有这个女性的比如说赚钱的能力上涨了这么快，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主动克服这些观念。女性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个价值，被这个传统一直洗脑了多年。我觉得其实这个全世界都有，并不是就是亚洲地区。没错没错，我们不是针对好像中国或者是亚洲，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全球性的，每一个习俗每一个文化里面它都有一定的这样子的这种潜规则在里面，就觉得女性的这个价值可能是越来越低啊。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确实我们需要额外的努力去 undo。 对，从我做起吧。第二个不应该催婚的原因就是较低的婚姻满意度，会造成选择伴侣后悔率较高。也就是说，如果你被催婚而导致有这个要结婚的压力，甚至去将就，那你很有可能会走进一个平均这个满意度较低的婚姻，对不对？对，绝对是。然后我们也查到信息啊，就是说离婚率也是更高的，是相对来说晚婚的离婚率要低一些。那我们分析一下大概有哪些可能的原因造成这个结果吧。过早的因为外界的压力来结婚的女性呢，在心理和经济方面的准备不够充分。晚婚者的这个整体幸福感较高，因为他们的这个婚姻质量往往是优于早婚者，这点我非常同意。因为他们做好了更多的准备，对不对？对，而且是自己选择的。对，我觉得就是自我意愿，这个自我不违背自己的心愿是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面。对，而且咱们因为都是30+哈，30++我觉得还是在个人成长方面挺有发言权的。那我们从自己身上开刀吧，先。20几岁的时候，Ella，你看男人的眼光怎么样？就是非常糟糕。我也是，就把渣男当成宝。对。然后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就是自己真的是捡到宝了，然后觉得如果别人给我施舍一些爱，好像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好像他的光环，好像就是是他就是我不应该得的。对，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一种不配得感，对不对？就是严重，就是觉得好像碰到一个
经常就是好像 withhold 他的 love，他的对你的这关注，他对你的爱，那个人他越是抠门，你就越觉得是你要去这个解决这个难题，你要达到你的目的，对，然后无限循环哈，对，而且无限的就想让自己仰望这个男性，然后就是等于说找各种角度去仰望他，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男的太简单了吧。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就是说很多比较成功的、比较独立的女性，自己个人能力甚至是很强的女性，也很容易陷入这种陷阱当中，她就会去找会让自己觉得不配得的这样的男性。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值得爱，那么你就会找一个这样子的伴侣来帮你认证这一点，就是你不值得爱。这也是很多女性20几岁的时候还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容易踩进陷阱嘛。对啊，那你在这个时候还被将就、被催促去结婚的话，后果肯定是不好的。对，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你明知道这一个也许是有错误，你还在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家庭给予很多的干涉和压力的话，你就觉得哎呀，将就吧，对，我就这样。然后，因为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有一个女性朋友，她非常早的时候就有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性明显的就非常厌恶这个女性。哇，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男的对女的永远都是不耐烦。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两方父母非要他们在一起。哇哦，几岁的时候结婚的呀？大概很早，他们应该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去领证了。所以看来出国也不解决问题啊。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可能好一点吧，希望吧。出国也不代表什么。我的天哪！对。因为双方家庭都会拿这个经济来就是制裁他们，他完全没有比较过嘛，就从小到大就只有这一个男朋友，没有比较过。然后那个男的每次都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咱们就跟爸妈说分手吧。说不行，再说一次，不行，再说一次，对，就不分，怎么样？好可怕哦！真的汗毛竖起来。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早婚一定不好哈，就是早婚将就，在这种压力下草草结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坏处啊。听上去很明显，就大家觉得这话还有什么好说的吗？但是实际上身边有太多的人真的是这样走入婚姻的啊。我个人觉得20几岁的这个阶段，虽然我们也会踏错无数次坑，但是这一段时间呢，这个自我成长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如果在这段时间像你所说的朋友那样陷入到一个明显错误，就是对方都根本就对他不好，从一开始结婚前就不好啊，那这样的话你的20几岁就是沦陷了。对，太可怕了，是非常可怕我情愿20几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单身呢。哎呀，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不少。其实这样跟你说起来，我又想到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同样类似的情况吧。虽然他晚一点点，但是也是父母的这个压力，就是给他算是物色的这个两方都不合适。然后现在他们也有小朋友，而且你说幸福吗？不幸福啊，两个人都知道，就是非常的就是得过且过的那种。父母靠什么来逼这个女孩子结婚呢？父母是靠这种诱惑吧，就是互相就是说男方就是说诱惑女方的这个家庭，女方又诱惑男方的家庭，就觉得 OK， 你看你们两个人之后生活会非常好。想到他们俩我就觉得又很心疼，因为我非常觉得两个都是非常好的男孩女孩，然后就现在就卡在这种就是一半，就觉得两头不到岸。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在一起，就是我要是他们，我肯定我如果他现在听我的节目，我都劝他们赶快离，对，赶快就分开，就是各自都可以安好，各自有一个重启人生的机会。因为毕竟现在还可以，还是30，虽然都是30加了，但是还是有这个能力再去重启，两方都是可以的。而且我可以作证 ，Ella 不是那个随意劝分的人哈，就是不像小红书网友，就是什么都是分。我知道你说，如果你觉得他们现在这个情况是值得考虑分手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开心。对，我还好，就是从20几岁开始谈恋爱以后，没有把那些恋爱当中的各种的问题跟我父母去说，也不让他们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一点说实话很重要。我觉得从小时候我就建立起了一个边界，就是觉得这个你不要想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所以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倔非常难的小孩我觉得作为孩子的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就是尽早开始树立这种你不要过多参与我生活的这个界限对，我觉得这个父母真的是要听一下双方的，就是孩子需要树立边界，父母也知道好就是好
点到而止吧。对对对，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满意度不高哈，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后果，就是离婚率也很高。对啊，早婚的离婚率就是比晚婚要高，可能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你人还没有成长完，对吧？对对，因为你的大脑就是在我们发育，就是其实是20岁的靠近30岁的之间，那个时候才停止，就是也不是说停止发育，只是说完成这个发育的阶段，可能每个人的 case 还不一样。对对对，而且情商是真的是参差不齐的，不是说我现在25岁我就有一定的情商，不一定的这个。所以我觉得我过去2年33岁、34岁还是在不断的这个迅速的成长的。是，对。所以确实这个我非常相信，我回看自己20几岁的时候能选出来的对象，一定到现在看上去就是不太匹配的。不一定是说错的，那个时候可能是寻找对，那个时候是正确的，但是到了30几岁，你也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长呀。我可以想到的例子就是 Alex 和 Mimi Icon， 他们是这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网络商人吧，一对，然后就是因为非常早的时候结婚，21、22岁，两个人都是在这种懵懂期间，婚姻持续了16年。现在虽然家产过亿，但是选择离婚，也有一个女儿，而且他们的家产过亿来自于他们的网红经济，作为一对夫妻。对，他们自己也在那个网上非常坦诚不公的说了，他们这个离婚的原因就是过早的结婚。对，所以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 conscious 的，就是有意识的知道这个，当时他们虽然我在想他们的这个婚姻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哈，毕竟两个人现在还是经济搭档，因为钱解决很多问题嘛。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一起，而且是一起富裕起来。对对对对，从零开始。但是呢，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经常会在网上就是呼吁，就是年轻人有自己的选择。晚婚为什么离婚率比较低的这个关联度呢？我觉得肯定你讲的更仔细、更全面，对吧？甚至我觉得见过世面，外面花花草草去沾过一遍了，我还更相信他会愿意 settle down。如果这个对方愿意 settle down 的话，我反而更相信这个诚意啊。包括有些文化环境当中，觉得男女结婚之前还不能同居呢，这些我都是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可思议。我觉得一定是把更多的这些体验和与社会的接触，与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和恋爱观和婚姻观的成长放在前面，会更安全一些。甚至我觉得我在寻找伴侣的时候，觉得二婚也不是一个就是不吸引我的点。对，其实很正常。对，因为就是你也知道自己就是探测过自己的一些 limit。我20几岁的时候眼光也是够瞎哈。比如说举个例子吧，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的一任男友，他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吸引点，就是他的个人条件比较好啊，开车是开的奔驰的 AMG 系列的一个比较豪华的车型。然后我当时其实对他很多地方不满意，但每次看到他开这个车来接我，就觉得有点爽感。但现在我想说，我看到一个男性如果是像他那样的这个总体的条件，开一辆什么豪车之类的，我会觉得这个男的不会理财，不会持家，是一个减号，不是加号哈。所以真的改变太多太多。那第3大原因，父母亲戚们请不要催婚逼婚，就是因为草草结婚会容易造成女性，尤其是女性个人发展的早早被受限，并且呢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的自我实现感和这个幸福感又进一步降低。对，这一点真的是影响女性，是英语是怎么说 disproportionately 婚姻往往对男性是增益的，有增效的已婚的男性在市场上会赚更多的工资，他会家里有人镇守后方嘛，所以他会更顺利的在职场上前进等等。甚至举个例子，一个男性如果戴着一个结婚戒指，他出去都会被，就是在心理学上被研究过就是他会被人认为更可靠、更稳重、更有价值等等。上次我们在上一集关于这个恋爱的种种成长当中也讲到，即使是我们比较健康的，是真的是自由恋爱很有爱的关系当中，不免也会觉得有对方的存在会影响一部分我的自由度和我的空间。所以我们俩都是开玩笑，半开玩笑就是如果男人不在的话，我们是很舒服的，能够做很多事情。不是半开玩笑，是真的。对对对，所以即使这还是在就是非常平等的西方的关系当中，我们也还是会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呢？我觉得女孩子是不是容易让出领地来呢？对，不是说最幸福的人是已婚男性和单身女性吗？我觉得有道理。对，现在觉得真的是，我这是从我一个单身女性口中说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20几岁也感谢我自己的恋爱运不是那么的好哈。那个时候我之前也分享过，我自己感受当中，大部分的20几岁的那个时光都是单身状态。对，但是就是因为单身状态，你在工作上面，你反而你必须得自己靠自己啊，对吗？没有这种假的安全网可以去靠我就觉得对于自己的自我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不管你是职业上的成长，还是你自身对自己的了解等等，甚至看书都看得远比现在在恋爱关系当中要多很多。对对对，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消耗的这个能量，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在关系当中，并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上的消耗，我觉得不能够轻视。是什么呢？比如说，谁做早餐，对不对？谁分工这个家务事这些，你说是说 OK， 在刚开始觉得 OK， 我们分工，或者是没事，我老公非常能做这一切，但是做久了就会不高兴，对，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在里面。我自己在我20几岁，我上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是深有体会，就是因为我对自我的这个完善是要求极度高的，我没有放弃，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差，非常糟糕。你不愿意放弃，他觉得我娶了一个老婆或者找了一个女朋友，就是应该是对让他减轻这个生活的压力。对，他会把所有的这个在家里面的责任，甚至就是会去把我有点像关起，不是真的关哈，对，限制起来的那样子，就是觉得 OK， 我不希望你去工作，我不希望你有任何，我来养你，就是说这么好听啊，其实没有这么好听。如果说你时刻被这个压着、限制着，你会对自己的这个理解就会少很多，或者说你的痛苦会积累了很多，你一定不会变得更自信，对，一定不会找到更多的朋友和兴趣爱好，对吗？但这些东西就是晚婚的优势了哈。你可能30几岁结婚的女孩子，有自己非常好的这个社交的基础，她有很多的这个真正的兴趣爱好，已经培养了多年的，然后她会有很强的自信心。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单身时间久的女性反而自信很强，就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她自己只能自己去建立自己的这个自我价值感，所以更自信的这个30几岁的女孩子是非常受欢迎的。其实在海外的这个环境当中，对，我其实我想说一点哈，就是我能理解非常多的女性会有这种一个瞬间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 phase，想觉得我想小鸟依人，我想找到这个人是我的老公，很想称呼自己的另一半为老公，觉得是自己的 husband 或者是 hubby，会觉得 it's so sweet， 感觉就像一个那种昵称，好像全世界就这么一次机会。我能理解这个阶段，我也可以，但这个阶段会过的。对，这个阶段会过，而且我就直接跳过了。我说实话，我讲不出老公这2个字。Toby 是你的什么 partner？ OK， 我其实叫爱人，我也不叫老公。I will never call him hubby。Husband 倒可以啦，我觉得老公2个中文字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点 attach 一些奇怪的感受。我觉得确实可能有这个阶段，就是你在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虚弱的时候，20几岁的朋友们是在经历非常多的这个磨难哈，但是那个时候不代表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尤其在你自己状态越不好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说过，越不要在那个时候去找伴侣，对不对？对。但是我看了一个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报道，所有的女性就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过了这个30多岁的这个感觉之后，所有的人的这个自信都一下子就是迸发了，是吧？迸发了，对，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这种自信，就觉得自己好像 figure out 了。对，我觉得不到30岁那几年是最焦虑的。对，27、28岁的时候生育焦虑也很高，但是到了30出头之后就觉得好舒服。对，我自己也是，我31岁一过后，我就觉得自己无比年轻，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这种冲破了某种东西，生命力就很焕发。对，所以除非你在20几岁的时候碰到真的是真爱哈，我还是重复刚才的，不是说大家20几岁不要结婚，也许你就是在20几岁碰到你的真命天子，但是很多人碰不到啊，对吧？他也没有成长到这个对自己了解的程度，对那么不怪别人，但是催婚不可取哈。对，其实刚才我还想说，在非常非常幸福的婚姻当中，这个女性一定是不会被拿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早结婚，并且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个 power dynamic 容易被限制自己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你一定不会很难成为一个自身很挺拔的这样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那么
你在这个婚姻当中怎么样去获得同等的尊重，怎么样去获得你自身的这个以为是很难很难的，对吗？对方不是圣人啊，这个其实 power dynamic 就是一个软一个硬的话，那个硬的强的那个人就是会占据高地，对啊，没办法，他不会主动让出高地，对，没有人会做到，这是人性。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比如说我们在小红书上也看到一些非常幸福的家庭哈，是有，但是大家评论区也很有意思，我就会看到一些评论说，哦，这么幸福的家庭，这位女性一定是自身非常高价值的，是她值得。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在我的观察当中，真正的长久的这种可持续性的幸福，真的是因为两方都是不是说势均力敌啊，就是各自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价值，对对对，互相值得。这是我希望我们听众可以获得的一个幸福的状态。对，我也很希望。第4点呢，就是不要催婚的原因就是在过早的结婚，我们缺乏这种经济独立性，其实很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经济去支撑自己。对，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结婚普遍受益的是男性嘛，男性节节高，女性往往镇守后方，甚至因为生育也很有可能造成就是她的收入是持平或者降低哈，这个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害怕陷入的一个处境。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这次做好了准备结婚，在刚刚认识托比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他是当时被我标题党描述成是一个破产艺术家。他是没有什么经济的基础的哈，是以前曾经有过辉煌的基础，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包括艺术界的这个整体的萧条，他现在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但是我觉得我是完全能嫁的，就是因为我自己能够完全养活自己没有问题，而且都是婚前资产嘛，所以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的。以这个角度踏入婚姻，我是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因为他虽然没有这个经济基础，但是他有非常非常对于自己特别有热忱的这样一个新的跑道吧，新的一个事业，并且已经起步了啊，我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前景。那这个他的这个前景是我们的婚后财产，但是还是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怎么说呢？靠枕，我一直说这个靠枕，对，要还是要自己给，对，任何人不能相信哈，还是只有自己最可信。而且经济独立是一个正常现象，我觉得就是在很多被催婚的一些，包括我从小就会听见一些言语，就是嫁得好，少奋斗，多少多少多少年，谁谁谁嫁得好，他少奋斗了多少多少年，谁谁谁嫁得好，你看他今天换了宝马，谁谁谁嫁得好，他们在哪里买了房子。然后这是因为这是只是这些故事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往往就变成了鬼故事。对，真的都是鬼故事。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羡慕他们。对，我从小我就觉得，那你没看到他们两个人首先那个姿态，对，那个出来的那个样子。你说的这个姿态说的太对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就是人性哈。你被拿捏，你被放在一个低的位置，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你要想，你要进一个所谓的这个豪门，这个豪门里面有多少层门，对不对？有姥姥们、外婆们这些姑姨什么叔叔这些东西，越是豪门管得越紧。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婚礼，就好像觉得我就注定幸福一辈子，好像是一个童话的开始一样。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噩梦的开始。对，你进去知道之后才知道。就像那个最近很火的《再见爱人》嘛，黄圣依她很早就嫁给了所谓的豪门养子。对，她那个是。你别看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包括经济的独立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它基本上就在嫁入以后好像就停止了，甚至拖后腿，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大家为什么看到他离婚会非常非常开心、解气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怎么看《再见爱人》，但是看了一些片段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杨紫对他一些评论说，你看你都41岁了，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给他竖中指。对啊，所有的那些 quotes 真的是很经典。是啊，黄圣依一思考，老天都发笑。当着镜头说，Oh my God， 我当时把这句话翻译给托比听，托比就觉得震惊，他说这是在做 NPD 科普吗？所以真心的就是觉得这个经济基础一定要自己打好，不管你是婚内还是单身的时候哈，还是要给自己建立好足够多的基础。对，我如果觉得托比未来的这个职业会非常非常成功，但是我自己没有的话，我还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一定要自己先建好。
或者说你自己不怕，对，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条件，自己都能照顾。对，自己照顾自己，把别人能够给你带来的都是当做我们英语当中说 nice to have， 对，但不是必须 cherry on the top， 对，就是锦上添花的那个部分。我还想说，刚才 Alan 你说到的嫁对人可以省很多年的奋斗哈，但是我是学数学和经济专业出身的，大家这一点真的可以相信，我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如果有很好的这个 deal， 有很好的这个出路的话，早就被人抢空了哈。这个市场它一定最终是趋于平衡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真正的特别好走的路。所以嫁得特别，所以你身边也许会有你看到觉得嫁得特别好的，把目光再放得长远一些，10年后、20年后，往往最后都是revert to the medium， 就大家都差不多了。婚姻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这样一个赌注，因为对方是对方，你是你没有办法清楚的了解，或者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的内心会怎么的改变，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赌注。如果你自己没有承担这个愿赌服输的这个后果的能力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投资的思考模式，一定要多样化你的投的这个种类哈婚姻其实你赌对一个人，通过婚姻你希望人生去翻盘，这样子的怎么说呢 anticipation 这样的预期是非常非常错误和危险的。这个真的是通过科学、通过数学、通过经济来讲哈，千万不要作为一种赌注，你一定要自己首先拥有。对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筹码。对，我觉得在其实美洲、欧洲这种强是结婚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对，越来越多所谓的这种想进圈里的这种婚姻哈，就是想把自己嫁进圈里，想把自己的孩子嫁进某一个社交圈，对，其实挺难的。对，我觉得这个机会窗口真的是越来越小了。对，因为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非常 solid 的一个社交圈，就父母都是互相就是认识好几代，比如说爷爷都是认识的，然后再加上把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在一个圈子里面玩耍。我就有朋友就是嫁进这个法国有名的这种酒庄，然后也非常不幸福，而且就是这个都是非常千载难逢，他都钻了不知道多少次，以为是要翻盘了，对，结果发现对，非常艰难，而且在里面也非常的不开心。其实我在很多的西方社会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社会学的研究当中也看到，想要改变自己阶级通过婚姻，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真的是越变越难了所以刚才你说到的就很难闯入到一个别人的圈层当中去，确实是已经在被证实的一个现象。对，不仅是在东方，其实不仅在东方，对全世界也是一样。对，美国更是看那些 reality show 就知道，灰姑娘的故事已经是童话了。对。第5个，父母和亲戚们请不要催婚的原因，是因为草草的结婚会导致我们的心理生理的健康受到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寿命会缩短真的是。对，我们要回到第1集，就是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第1集？对，大家请看我们的第1集节目。女性要长寿的话，有哪些重要的这些因素？其中就包括远离男性，不是我们说的，是咱们的故事，对和找到的一些这个数据所支撑的。对，被迫结婚被迫过早进入婚姻的女性更容易患焦虑症和抑郁症。这可能与这个婚姻当中长期缺乏一个不平衡，我们刚才说到各种不平衡，自我价值的不平衡，这个经济条件的不平衡有比较大的关系哈。然后长期的婚姻的不幸福呢，那就进一步造成，现在大家都知道发病率在这个不幸福的人群当中，不开心的人群当中是增加的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女性感到压力比较大的婚姻当中。对，女性呢在婚姻当中，其实我们也经常看到她往往承担了更多的情感劳动她往往就是那个家庭的盾，是她角色扮演太多了。对，所以她真的是找了一份工作，全男性找了一个帮手。对长期的这种情感的付出，可能就造成女性的心理负担的额外的增加。对，但是对男性可是相反的对，男性反而受益嘛。我们还找到数据说，已婚的男性比未婚男性，他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是降低30%以上。这个太不所以男性确实是要结婚，我可以理解你们婚姻能够显著降低男性的死亡率和患病率。妻子往往会在各种生活方式的方面去影响男性，有积极的影响，包括吃得更健康呀、运动呀。然后男性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有的时候在情感的成熟度上，在情感能力上面会有所欠缺，所以其实女性对他们的帮助男性减少压力和孤独感，这个功劳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对，不要小看这个情感付出，我觉得情感付出非常劳累而且揪心的一件事情。对，而且这个现在不是都有情感陪伴了吗？就是因为这个已经被就是真的是评出了一个估了一个价出来了，所以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场有需要了。咱们不是最火的那个词叫做情绪价值吗？其实我们大家都把情绪价值用在一个上下文当中，就是这个男性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他能不能给予我们情绪价值。我们从来不会说一个女性会不会给予男性情绪价值，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定的。对，这是好像是这个 DNA 的决定吧？对啊，女孩子就是在情感上面很强韧嘛，在社交的时候也会更有能力，对不对？社交上就是更聪明，也会寻找更多的方式让自己不孤独等等，会有排解，会很多的这个方式去自救。但是男性就缺少了这样一个很多的出路哈。那女性在婚姻当中确实给男性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益处。是，我看到的一些已婚女性，包括有孩子的，他们的那个手机都是满了的，所有的要不就是菜谱，要不就是每天的这个 schedule。我也想找个老婆了，你说呢？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排的就是整整齐齐，排就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一个这种 schedule。然后男性就只照做就可以了，他们身边的男性就是 OK， 下面3点 OK， 我要去接我的小孩 OK 拜拜，他没有去设想，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排进去是需要多少的这个统筹能力，对不对？这个女性她又是一个妻子的角色，又是一个母亲的角色，还是一个家庭管理经理，对，同时还是一个牛马。对，不只是在中国社会哈，甚至我的那个就是有一对夫妇朋友，他们是就是西方人，他的那个先生就说，他说我太太安排所有的这个行程，我就 I just join。他说 I'm a happy I'm a team player。他说但是我就是 I just join。然后当时我还在想，还挺好的，他们2个人可以一起玩。现在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那女性要多少的这个统筹计划，对不对？就真的是在我们身边，即使是最为领先的，就是相对来说已经很平等的这样的夫妻关系当中，我所看到的情况，还是不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女性好像看上去更辛苦、更操劳一些。男性作为一个父亲哈，他跟孩子的关系也很好，但是我看到他做的事情，往往就是教自己儿子认北斗七星啊，然后动物啊什么的，就很开心。但是大部分的那些，所以你看妈妈就好像很愁苦，父亲爸爸就还挺开心的，看上去这个还挺享受育儿这个过程的。是的，我的邻居就是有一对邻居，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女儿，爸爸像模特一样，现在状态非常好是吧？帅得不行这个叫做婚姻溢价嘛，他就确实是男性在里面受到很大的益处。对，我们整栋楼都觉得他帅对，连我连 Lev 也觉得他帅。然后女性呢？女性就是非常操劳，就是虽然他们2个他们也是很早就是结婚，然后就是女性就是你一看就是在劳累当中，她跟我说她现在每一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我说是因为要准备女儿的这个早餐，她说不是，她说我要1个半小时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必须要早起，要不然这个时间就没了。对，没错。对，男性不需要啊。男性就直接一起来 OK 刷个牙洗个脸。我都没听说过一个什么男性在结婚之后他的事业受任何的负面影响，他想做什么照做什么。对，或者他要早起1个半小时来self care。对这个在我的关系当中其实还真有托比会这么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其他的事情上面非常的平衡。我其实对 Ella 的婚姻关系我也是能够有一些观察哈。我们2个人的两性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确实还是很平等的，做家务事情的，男性做菜一点都不比女性少，对不对？对。然后洗衣服什么都会有分工。对。我们家遛狗也是和你们家差不多哈，就1人1半。这个还是挺有效的哈。托比会有这样的需求，说早上要起来早45分钟，他要比我早起45分钟，而且他绝对不会把我也提早叫起来，他就是要那个时候一个人去做瑜伽，然后写作之类的对。不过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就该这样，对不对？然后2个人可以衰老的程度一样。
没有，因为他也从事艺术嘛，对，所以他也需要自己一个 headspace。是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少见，真的很少见，真的很少见。而且我一定要就是保证我们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随时及时调整沟通的。所以我这个比较脆弱的一个平衡 delicate balance 真的是要长期保持，一开始就树立好这样的一个规则吧未来如果有孩子的话，更加是需要做很多的提前的这个划清线的开会对，整理说今天的 debrief 说今天做的好不好，平衡了没有，是有必要我真的觉得有必要，是的，因为要不然那个你1-2天是可以的，1-2周，但是1-2年那就不行了，绝对不行，对，不能养成习惯。第6个7大姑8大姨请不要逼婚催婚，一个最重大的原因就是早早的草率的结婚很容易造成两性在婚姻当中的性别的不平等，或者说形成了一种阻碍他们去达到性别平等。在这个比较晚的这样的婚姻当中，你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在作为成人的时候，对吧？有足够多的时间形成你的这个自我实现，对吧？你的职业成长，然后你的经济条件等等，让你有这样的被可以挺直的这样一个能力。是，而且你是规划过的人生，对，就是跟这个好像像无头苍蝇一样钻进一个这种婚姻的一个大洞里面，都不知道自己就是早上起来该干什么。对，你要是25、6岁结婚的话，你可能你的规划都是跟对方有关系的，对吗？是，就很难去做到这种独立的这个对自己的追求。对，我会就是我第一段就是我要迁居我要搬国家呀，都是跟着他。对，都是以他来为中心的。我当时我母亲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个？我还不知道这是真爱，你懂什么呀？对，你不懂。然后但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是被牵着鼻子走。没错，确实早婚它通常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分工的更传统的这个方向去走就女性是往往家庭的责任更多，男性是要出门赚钱，或者说以他的事业为重，所以进一步会扩大这个性别的不平衡。已婚女性、已婚男性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对，是。对，已育男性、已育女性工资也是不一样的。对，已经很久了。不影响，已育女性明显影响。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我们我这次再见爱人看的还是比较的齐，我就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结婚时间很久，然后结婚相对确实是比较早。在这3对当中，其实都有很明显的性别的划分。其中这个葛西和刘一手这一对爱人，真的是让我觉得目瞪口呆。就是男性是不拎包不拿行李箱的，这个居然都是女性在做，开车也是女性在做。然后男性是在沙发上躺着，说你给我拿张餐巾纸什么的，难以想象吧？我真的觉得难以想象。幸好没看。但这真的是我觉得在比较早结婚的爱人伴侣当中可能会出现的这样一种 dynamic 30几岁认识或者说结婚，难以想象。就是直接竖中指了，对啊，直接 fuck off 了，真的难以想象。我以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室友，是个韩国女生，她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家庭里面，长得真的是漂亮，而且没整容，真的没整容，就是会打扮。她就是有一个就差点结婚了，幸好他们悬崖勒马，就是当时她就找了一个香港的男生，这男生长得是比较帅。但是就是这个男生就跟他说，我找你就是找一个妈。哇哦！然后他是一个妈来的，他甚至是到一个就是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订婚了，因为韩国订婚是要有仪式的，对。然后所以就很正式的那种，所以当时我都目瞪口呆，我说那么小，那时候才19岁就已经就是有这个谈婚，就我当时就觉得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呢，对不对？对啊。所以他呢就要去到这个男的学校帮他洗衣服。对，然后大学对，大1的时候，而且他还要带着便当，从他刚下飞机从韩国一回来，他妈妈给他带了这个韩国牛肉，因为韩国牛肉是买不到的，你知道吗？韩国好像肉很少。对，然后也不能出口，带着这个韩国牛肉，然后就迅速跟我说，他说这一半帮我放急冻，然后另外一半我要带去找他，我要给他做饭，全方位的就是围绕着这个男性在进行。后来他们没走到一起，是因为这个出现了第三者，而且是男方找的吗？男方，对。然后所以就是你看这个性别固化之后，女性的这个色彩光辉都
流失了。哎呀，真的是，对啊，男方还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这么好一个老妈子的情况下，还要去出轨哈。对对，而且真的是全包，这么小这么年轻，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就要去帮对方包干的那种。对，所以我也曾经跟托比说啊，就这个晚婚的心态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不会担心他如果说出轨啊什么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潜在的担心的点哈，但是我就心里在想说，如果说未来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不会觉得嫉妒啊，或者说想不通啊什么的，我只会觉得你傻吧你，放着这么好的价值的 partnership 和一起的生活，你如果愿意放弃不要的话，就是你傻，fuck off。对对对，真的是，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吧，应该说对，有这个底气。对，我现在也是，我就觉得我觉得我的伴侣和我就是之间的这种比较平等，比较就是相濡以沫吧。对啊，所以你的腰板就硬了嘛，对吧？就舒服了。对，我不会，而且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在晚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少。其实出轨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哈，因为可能你也玩见过世面了，对对对，你也真的是你要玩一下的，要见过世面的。对，对，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不记得我在我们的节目有没有分享过哈，他就说在20多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当时的一个闺蜜就做了一个约定，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的玩，我们鼓励对方去玩，鼓励对方去真正的玩，认识自己的 sexuality 很重要，对，就是 explore 自己的这个 sexuality， 然后去探索不同的这个可能性。对，他们当时就是有这个非常 conscious 的一个约定，而且是中国女性，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就觉得好美呀，就是好美好，而且互相不能够好像去评价对方，他们说好了就是我们不评价。Hot girl summer。对对对，然后他说持续了好几年，所以他当时现在他玩过了嘛，所以他那个现在伴侣非常非常就是他婚后非常稳定，然后他就是回想起来，他就说这一段经历给了他非常多的价值，是，而且当时是他觉得身边有其他朋友是看不明白的，他自己当然也是摸索当中，但是他就觉得在那个时候他急需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我也认识一堆朋友哈，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确实也认识的比较早，情侣认识了之后呢，就固定在了一起，没有结婚，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相似的结婚的状态。但是呢，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这个爱情是有一些挑战的，所以为了要去尝试克服这些挑战，他们把自己的关系给开放了。然后这样的话，因为女性在进入这段关系之前经验太少了，所以她们想要去探索自己的 sexuality， 探索自己和其他人的可能性。开放式关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哈。但是他们因为就是已经既成现实了嘛，就是已经是走在一起了，很爱对方，也想要克服现在所面对的挑战，那么就反过来做这件事情，去再次这个滞后的去认识世界。现在怎么样呢？这个目前过程？我最近其实我是有一些担心他的哈，我就觉得总体来说，肯定是前置探索更舒心一些，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嘛，就是需要经历这样的话，那只能尝试了再说。我不知道这一位女生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走到了哪里，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包括自我价值，刚才我说的，还有包括经济，他因为家里自己经济条件比较好，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来自于父母，那没有这样的压力，也造成他有一些这个 fulfillment 的这种缺失吧。所以就是可以说是一个1/4人生危机，或者说中年危机。但是我相信经历这个危机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他可以 re-emerge on the other end，就是从那一端走出来的时候会成长成一个非常有幸福能力的人吧。那第7点呢，就是为什么不能催婚，也不要催育就是对这个下一代成长的负面影响。我们有查到一些数据啊，研究啊，如果是催婚的结晶的话，往往他的年轻父母因为经济和心理的不成熟，会为子女难以提供一个稳定的成长的环境，也就造成子女成长上的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是美国这个 Pew Research Center 一个很著名的 Research Center 19年出的结果啊，子女的教育水平和心理教育健康受影响的可能性，是随着父母的年纪越轻啊，影响受到的越大，负面影响受到越大。对，我能想到那个 Little Britain 里边那个 Vicky Pollard， 代表一个典型的英国的那种
16岁就去生小孩，戴大耳环，然后自己什么都就是不知道，高中还没毕业，然后自己也没工作，所以就是拿社会救济嘛。虽然是一个比较 stereotype 的一个社会现象，但是其实这个数据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对，因为你没有经济基础，没有这个爱情基础和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在没有做好措施的情况下，对不对？然后甚至包括我觉得如果是被催出来的哈，结婚的这个女性，并且碰到了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些难点，幸福不幸福啊，对，没有自我价值感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呀，那她生出来的孩子也许还会难以去爱呢。我其实有一个故事我可以先讲哈，我知道一个妈妈刚刚在坐月子，心情非常的不好，脾气非常的暴躁。我问她身边的人是为什么，然后我得到的答案也让我很震惊。因为南方是又要讲广东人，南方是广东家庭，真的是让她生小孩，她是就是被利用一次，可能也谈好了什么条件之类的，反正同意去生小孩，然后就是生了以后就不管，所以之后所有的这些事情，包括月嫂都是这个男方出钱嘛。好多这样的，对，非常非常这个是。但是说这个女性就是妈妈没有对这个孩子很好的态度。在刚出生啊，就是激素还没有下降的时候哈，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这种母性的光环，也没有对这个孩子的喜爱，也没有这个努力的愿望去爱这个孩子，因为他觉得我是好像生出来以后就给你了，就是一个完成任务了，好可怕啊。对，在葡萄牙是葡萄牙的华人家庭。哇，就回到刚才说的，出国不代表什么不代表观念的任何改变和进步啊，真的是还是要靠自己。对，这个就是在广东，在深圳，反正是特别。我身边大部分在深圳的朋友都是就生孩子，就是如果嫁的是比较传统的广东家庭的话，都是生儿子，对方给你多少万，生女儿就直接一个红包。就是他们还在那个朋友圈里面秀，就是这边女儿今天生女儿原来得了这么多红包，对，就说什么就想说自己的家公家婆不偏心什么的，然后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好 transactional， 然后就给就是月嫂，然后那个去的那种月子中心是，然后几乎就是国家出钱的，对，都是这个预期对，然后自己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就是好像就把这个东西卸货完了之后，就是自己就像奶奶一样的供着。对，这让我反正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然后就好像这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自己倒是亲力亲为的，倒是不是特别正常，就会觉得你家是不是很穷啊，或者是你的经济条件是不是不好啊？哇，对，这是我觉得深圳非常非常普遍的。这让我想起来我身边的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没有办法爱自己的小孩，就是也是相似情况下生了。对，他就是因为被催婚，就是父母就是指名点姓，双方的父母都是指名点姓的要催婚，而且双方的工作单位也催婚。天哪，这跟 human trafficking 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就是领导也干涉。哇，对，就是觉得好像我不结婚，我们俩好像好了，然后在单位里面互相领导知道了，就是如果我给领导也没有面子。这是不是政府机关还是？是啊，就是编制内的嘛。离我很遥远的一个世界。我也觉得很遥远，就是当时说完之后我就说原来还要管这个呀。对，他就没有办法就是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跟他不是生活在一个城市嘛。哇哦，外公外婆是离婚了吗？还是现在离婚了？哦，对，其实很早就离婚了，就是刚开始他们就知道原来这是一个错误。第一完善不了自己，对，这都还是他也不算早了，他也就是30出头，但是被逼的，对，但就是被逼的，对，不是自己自愿的，毁了一生，希望他可以画一个这个休止符，然后重新开始。是，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就是思想活动，其实跟很多女性是很相似的。这个男的对我挺好的。对，这就是这个就够了。对，就是优点嘛。这个男的对我挺好的，他挺老实的，就是这是互相的，两方家庭给他灌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对，然后就是你知道，如果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的答案会是说，我们会共同创造一个很美好的生活，并且是我们两人都很向往的这样一个生活。是，而他是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搭档。没有这样的愿景的话，谈什么在一起啊？对吧？对啊，我们两个人能共同给对方带来什么？一个非常好 positive 的一个影响，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对，没错。
他也承认，他就是说他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爱孩子，他感受不到这种，甚至就是在最早期也是，孩子生下来之后也是月嫂带，然后他就觉得好像看他多一眼都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对，哇，其实除了这个相对有一点点严重哈，甚至极端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母亲不爱孩子，还有很多的方式，这个催婚不幸福的父母或者家庭组成的家庭会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好的影响。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就是因为父母的经济和心理的不成熟，孩子容易生长在一个不太健康的或者说不太富裕的环境当中，比较缺乏稳定，对吧？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做这个思考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经历了过去2年的寻找自我，寻找我自己想要什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会发现做父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做一个模范，你要做一个 role model。当我看到很多父母说我所做什么牺牲呀，包括不开心的婚姻，但是我就是要硬在一起，就是为了孩子可以有一个所谓完整的家庭，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我认为父母应该要做好模范的一件事情，就是勇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觉得孩子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这些话，对吗？你总希望你的孩子幸福吧？所以这是一个你自己去将就的话，你在教孩子什么呢？对吗？那其次，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感情疏离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如果说你是将就的话，造成婚姻的不幸福，甚至心理和生理上面的影响。孩子，我们经常听到就是不幸福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会觉得我对婚姻是不信任的，我对婚姻是持保留态度，或者我觉得婚姻就是这样。对，或者是需要很多的那个心理，对，很多的心理建设，对，需要很多心理建设、干预，甚至这个心理治疗等等。对，重养自己很难的，就是说，如果尽量能够避免这个去让孩子又去担任。给自己又担任一次父母的角色，对，我觉得挺不公平的。其实是，所以你如果说能够改变他的成长的环境，哪怕只是你一个人单身去带这个孩子，但是你自己是快乐的，你有很丰富的生活，你有追求自己幸福的这个能力，并且实际行动，那你的孩子一定会看在眼里，会反而更茁壮、更健康的成长。是，对，我非常同意，而且就是现在很多都是丧偶式育儿了，已经大部分多一个人有什么作用呀？对，很多小孩就是说看到爸爸都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怎么爸爸最近在家呢？发生什么事情了？对，是的我还在刚才就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一篇孩子写的，就是成年以后的孩子写的。他说，在家里面，他把爸爸的存在描述像是一个陌生的鬼魂，写得非常的好，写得像诗一样。他描述就是一个这个存在感不强的这样一个奇怪的父亲。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将就的早婚，当中会容易出现性别的分工的传统化，不公平等等，阻碍他的平等的产生。这个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不管孩子是男是女哈。对，他学到的就是妈妈就是女的就是干这个，男的就是干那个的。对，我的学生就是跟很可怜，真的是2个女儿跟妈妈说，给我们再找个爸爸吧。就是觉得自己的爸爸不是有爸爸的情况下，他反而说给我们再找个爸爸，就是给我们换一个爸爸吧。哇哦，因为自己的爸爸太坏了，就是就是非常让我非常心痛的一个家庭。对，就很难想象他们的孩子以后长大会有面临多少的这个心理的这种负担，还有负面的影响，要花多少的钱和时间去重建自己。OK， 那第8个，我们觉得亲戚父母们不应该再去催婚逼婚，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上一代去做这样子的过分干涉，不管怎么样就是错的。我认为又错又傻，上一代过分干涉下一代就是错，原则性的错，然后是一种缺乏边界的表现。同时呢，我自己认为，因为我也是其他年轻人的上一代，对吗？我自己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就是我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世界，因为我没有穿在他们的鞋子里面，我没有经历这个00后、10后的成长，这样的这个环境，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 I know better， 我知道的更多，我知道就是对的，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作为上一代的这个基本操守，就是应该你能够付出爱，能够给予关心，对吧？过分干涉这条线，什么
么是过分，什么是正常干预哈，这个大家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掌控哈。作为我是一个博主，包括还有这个视频播客节目，其实我们也会输出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输出的是正常的不适合干预吧。其实我们都踩过雷，就是家里面都是给我们设了很多雷坑而且你说这个世界上多少家庭说不干涉，就是很难，是对，而且是怎么样的干涉，你干涉的这个就是度在哪里，对不对？只是唠叨的话就算了。当我看到我的同龄人当中确实还是有很多被父母严重掌控，或者说因为父母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建议会让孩子深刻的不开心，我还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这个情况存在是非常多的。对，因为很多家庭小孩是在那种就是极度说我要孝顺，孝顺是一个好像把它神化了的一个这种，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有害的他永远可能就是一个弱者，对，他可能永远就是这么的脆弱，永远需要别人，他到了一个亲密关系当中还是被别人去这个牵来牵去的。那为什么说这上一代过分干涉下一代就是又错又傻呢？因为我们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现代女性的地位和实际价值不断的在增长在改变的这样的大环境下，男性的价值真的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就是好男人的稀缺度太高了。像我们刚才说的30多岁的女孩子，又自信又自己有带有很多的这个自带的这个能力和价值，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状态。但是中国的男生他接得住吗？我真的是觉得我们是在海外就觉得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确实有那么一些。那我的观点就是优秀的女孩子找不到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一个阵痛对，就是确实缺乏同等质量或者更高质量的男性。对，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触。我在就是前几年在香港生活的这些年，就是跟这个本地文化的这个接触的越多，然后就知道自己的这个其实多幸运，就是自己的不管自己对自己的栽培，还是自己的这个视野，还有就是这个以后的这个 vision， 然后这么不一样，虽然听起来有点孤独，但其实是很幸运的。对，是。对，如果这些是永远属于你的。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就是被催婚的这种情况，在一起组建了家庭，然后就觉得很多东西是不得已的，就他们很多选择是不得已。男性价值为什么这么低呢？我们在之前的几集分散的也有讨论过这里可以做一些快速的总结吧。对，我觉得其实也挺难的，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就是要不就是妈宝，对不对？然后要不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一个那种各式各样都有的那种，容易被。其实这个宠坏不仅仅是家人可能对他的宠坏，社会也在宠男性那是对男性一直是过分的 tolerant，对吧？对男性做一点点事情就非常的优秀，对吧？男性带孩子你都不知道那个标榜的，我觉得你能搜到很多男孩子调皮是天性等等，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他可能没有女性很多的这个能力的完善有这么全面，对不对？对没有这么的敏感，没有这么多的解决情感的方式等等包括传统男性角色的这个被削弱吧，对吧？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女性是站起来了，有自己的很成功的事业等等，还有子宫，那又需要男性吗？很难去 justify。现在也有不少女性甚至在怀孕的时候也会分手，也不惧分手对多少这是不是一件这么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多女性她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坚强的这个能力，她能够去父留子，去父留女，对，所以这个男性的这个传统的角色的重要度真的是在被削弱，这也是没办法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对于男性来说，他也很难很快做到心态上的调整，观念上的调整，是男性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包括直男现在一个榜样的缺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周围有什么非常好的大女人的这个角色模范等等，但是你有听说过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直男榜样吗？很少的，很难，经常就被推翻了。对就 follow 一下又被推翻了。对然后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而且我突然想到有一点我想讲一下，你再帮我分析一下，就是而且男性就是父
父母过早的干涉，让男性也是非常尴尬的，有很多男性，就比如说有一些男孩子可能刚刚就是刚刚进入社会，然后也会遭受这种就是父母的这种催，就是赶紧找个女朋友，赶紧稳定下来，30而立，你看谁谁谁已经怎么了，那男性会怎么样？他就会狗急了跳墙啊，对不对？会去做一些比如说非常危险的投资，就是为了觉得我要赶紧立业了，对，我要赶紧搞点钱，要不然呢？而女方又是一个比较那种催婚的家庭，一般都是你要看经济条件嘛，对不对？要有房有车等等，是啊，非常畸形哈。对，就是这个就是一种交易系的那种婚礼，交易性的一种婚姻，然后搞得男性就是一天到晚就想法就去搞钱，要去找这个项目来做，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恶性的一个循环。没错，我觉得这一点说得很好。我们之前都是把女性这个作为一个对象哈，实际上男性也不应该被催婚，对，非常的可怕。对，男性其实我觉得更加没有要定下来的压力，对不对？对，他因为这个生育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哈。说白了，男性更应该有资本去考虑多看一段时间，多认识人，然后多积累恋爱的经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对，没有错。其实我觉得双方两个性别就是去探索自己的人生，其实是应该被鼓励的。对，当然是我觉得在安全的情况下去探索哈，或者是在尽量的这个道德的情况下去探索，尽量对，不要去迫害别人，不要去那个，没错，对，当第三者或者怎么样，当小三互相。对，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男性也不应该遇到这样子的压力。那这样的话，总体的氛围会好一些吗？对啊，好可怕！因为在我们现在所在的环境当中，男性如果说是30岁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哈。就我们都不会看一眼，就觉得他们还没有发育好，就还是个 BB。对啊，对，还是个小孩。欧洲的30岁的男生女生，可能连职业都还没有开始呢，都还是在这个漫长的 gap year 呢。是可能做些什么学徒啊、旅行啊，各种各样的，他还没有任何的存款，都是非常正常的。对，我其实说实话也不觉得结婚之前一定要有房有车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本身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门槛。对，我其实我跟我伴侣结婚也是，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对，我们也是租房。我其实是有房子，但是逐渐反而变成了一个就是进入了一个租房也是非常有理的。租房是非常幸福的这样一个阶段。对，不用自己打理。对，以后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济上是怎么考虑的。对，我有一个法国就是外教朋友在中国就是教书，他就是非常爱中国文化，人长得也非常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小男孩，但就是找不到女朋友，实诚。就是因为特别实诚，没有钱，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条件，唯一的就是他能够有爱情，对不对？谁想要这个？谁想要这样子的？都是给他介绍，也有就是中国的这个女性家长想把自己的女儿好像就是嫁给一个外国人那样子，感觉一看他，哎呀，条件这么差呀，算了吧，就非常现实的。理解，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过分的干涉，其实有些可能他们是有真爱的，但是就是因为女孩子听到父母觉得，哎，你看他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给多了太多的这个自己的意见，也许让你的自己的女儿错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或者是一个非常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因为你不知道她的潜力是什么嘛，对不对？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这个女方自带了很好的经济条件，自带了很多自信和自我价值，那谈一谈又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很多婚恋就是太价值化了的话，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它导火线是不对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的 incentive 背后的动机是不对的。对，确实造成很多甚至社会问题哈。哎呀，那今天我们的8个道理不知道给足了没有，给充分了没有？我们今天当了三姑六婆。今天三姑六婆是咱们，对，是我们。哎呀，讲的也很畅快啊。因为我有很多学生嘛，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有自己选择人生的机会。我希望他们的父母，我知道很多父母会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看我的节目，就希望在节目上也跟就是我的这么多非常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的家长，就是希望他们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机会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对，只给爱和关怀，不要给太多的额外的建议，你给他探索世界的工具就可以了。对，让他去摔吧，要摔倒也没有办法。对，你不可能永远保护他，让他不会去受苦受难，人生总是受难的。对，
那祝大家春节快乐！祝大家春节快乐，没有催婚的烦恼。对，希望你们大家这个就是那个过年饭吃得开开心心，并且不要吵架。可以安安稳稳，就是 take your time， 对吗？找到你的良人。对，这不找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就这样啦，今天好了，大家就是这样，拜拜，拜拜。